皮肤过敏、溃疡，痒到不行，怎么办？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效果不如预期，又该怎么办？皮肤过敏有办法根治吗？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位真实个案的免疫疗愈之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r. Lin。很多人有皮肤过敏的问题，痒就算了，更可怕的是发展到皮肤溃疡与流组织液。有些人甚至严重到需要使用免疫抑制剂与生物制剂来控制症状。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位叫强哥的个案与他逆转免疫系统问题的故事。强哥是一位50多岁、事业经营很成功的北美华裔企业家，他常常来往北美跟亚洲。他因为常常应酬需要喝啤酒，他喝酒历史已经有20年了。2022年8月的时候，他来找我，当时他的皮肤过敏状况非常的可怕，身体躯干、手脚的皮肤全部都呈现溃疡跟红肿，偶尔还会流组织液出来。他伤口愈合能力非常的差，皮肤时常痒到他受不了，一直抓。当时他被风湿免疫科诊断为过敏。2022年7月份的时候，他的过敏 IgE 指数高达1697，正常值是应该要小于100，而且他胆道指数 Gamma GT 也过高。他说他被给予的治疗一直就是住院打类固醇，后来因为效果不佳，主治医师只好让他2个礼拜打1次生物制剂。他这个皮肤问题是多年来的宿疾，而且越来越严重。之前他曾经尝试吃中药，但是之后又不断的复发。在这之前呢，他说他已经看过其他几位专家，也依照医嘱吃了高剂量维生素 C， 打了维生素 C 针剂，也喝了一堆苦茶油、紫苏油与鲜差异，氢气机也买了，花了一堆钱。可是他说他发现这些东西反而让他身体觉得更燥热，而且让他脾气更大。最重要的是，皮肤溃疡问题还是没有好转。同时他吃的药物包含口服类固醇、口服化疗药 Methotrexate、口服抗组织胺。由于皮肤状况一直不佳，他跟我说他真的是厌倦了常常需要去住院打类固醇和生物制剂的日子了。在 first visit 的时候，我先对他做了一个整体多系统的 assessment， 找出他的病根所在，并且做了一些营养医学的检验，结果发现他的身体其实根本不缺好的脂肪酸，所以之前他花在喝油的钱根本就是没有对症下药。经过我们深度讨论后发现，他第一个问题是出在他的肠道系统，因为他的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A（SIgA） 指数是大于7500，正常值是620到2040。这个数字破表是不常见的，代表他的肠道黏膜有严重的发炎免疫反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了他的个人化健康计划 （Personalized Healing Plan）。我们调整他的肠道和免疫系统，在我的规劝之下，他也开始戒啤酒和改变他的饮食内容了。接下来连续几个月，他的 IgE 过敏指数一直下降，从2022年7月份的1697变成9月份的657， 10月份再降到450，到12月份的时候已经降到正常范围之内了。他的皮肤状况也在几个月之内快速的复原，曾经的红肿、溃疡和流脓都不再发生了，只剩一些色素沉淀。在第5个月的时候，他跟他的风湿免疫科医师讨论之后，他已经不再需要吃任何西药药物和施打生物制剂了。2023年1月初的时候，他的皮肤状况非常的好，同时他的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SIgA 的指数跟胆道指示 Gamma GT 也都恢复了正常。在4到5个月内就完全不依赖长期使用的药物，算是速度很快的了。再加上强根本身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基本上我建议的方案他都能够很快速的去执行，能这样帮他恢复健康，我真的很开心。他也很高兴，他终于不用再常常跑医院住院了。强哥最后成功逆转了他常年的严重皮肤过敏，而他这条免疫疗愈之路其实主要建立在3大基本功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这3个基本功。基本功第一招，避免高组织胺饮食。组织胺是一种有机含氮的环状化合物，它会引发免疫反应和发炎反应。很多食物在制造过程中，微生物会将食物中的一种氨基酸叫做组氨酸 histidine 分解成组织胺 histamine。因此，当你大量摄取这些食物的时候，身体的组织胺含量就会变高，也就会引发皮肤痒、皮肤过敏。所以，如果你身体本身就很容易产生组织胺的话，这时候你再继续吃进高组织胺的食物，这样子你等于就是火上加油。
高组织胺的食物像是发酵饮料，例如红酒、白酒、香槟、啤酒；腌制的食物，酸菜、腌白菜、腌萝卜；发酵的食物像是醋、优格、奶酪；烟熏的肉类像是火腿、香肠。另外像是贝类、豆类、坚果、巧克力等，这些都是高组织胺的食物，皮肤过敏的人应该要尽量避免。知道哪些食物要避免了，但是这时候可能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临床上我常常会遇到个案跟我说，我有很多食物都不能吃，但是到底是要怎么办啊？这时候呢，我建议你应该要找精通自然医学或饮食治疗的专家，好好的坐下来，依照你目前的状况做一个整体评估。哪些食物你能吃，哪些又不能吃呢？因为如果过多的食物都不能吃的话，那真的是很难过日子，那这我是不赞同的。而且如果很多食物你都对它们有敏感的话，这时候可能不是这些食物的问题哦，而是你的身体系统出了问题。这时候必须要去做其他系统上的修复，才能去加大你对食物的 tolerance， 也就是耐受度，这样才能把食物敏感跟食物过敏的问题彻底解决。基本功第二招，避免饮酒。强哥喝了20年的酒，喝到胆道指数都升高了，所以第一件事呢，我就是叫他一定要先戒酒，因为酒精本身就是高组织胺的饮品啊。再来，酒精会抑制二胺氧化酶 DAO， 二胺氧化酶是代谢与分解组织胺的主要酵素。白话来说，就是酒喝的越多，你身体的组织胺就越不容易被分解掉。当越多组织胺留在你的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过敏反应发炎就会越严重。最后，其实酒精是会伤害肠道黏膜的，造成严重的肠道发炎反应。这也是为什么强哥的肠道免疫指数非常的高。因此，避免饮酒对于逆转皮肤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基本功第3招，不可任意断然停药。我遇过蛮多类固醇、免疫制剂、生物制剂用很久但效果不佳的患者，他们都想自行停药，他们就问我说，那可不可以呢？老实说，在北美的自然学医师是倾向用非药物疗法当第一线的治疗。但是我们同时也是受过西药药理学训练，因此基本上我们是不建议大家突然自行停药。停药动作最好是在专业人员的评估之下进行，不然你很容易会有 rebound effect 反弹作用，造成你的症状突然恶化，皮肤发炎恶化的更严重。而且如果你没有去矫正和修复你身体的其他系统，就断然的停药的话，你很容易会失败。到时候症状一直反复，那你会很容易产生挫败感的，觉得好像自己一辈子都好不了。所以药物的停药，建议你一定要先咨询专业人员，对你的状况做个深度的讨论。最后，强哥可以在短短的几个月被风湿免疫科医师同意停药，这归功于他高度的配合与身体系统性的整体修复。皮肤过敏往往只是一个表面的症状，它其实代表的是身体系统性的失衡。唯有治本跟治标同时进行，才能真正的摆脱宿疾。希望今天强哥的免疫疗愈之路故事可以对各位有所帮助。若你觉得今天影片很实用，也欢迎将这部影片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别忘了按赞、订阅跟分享哦！健康聊心事，我们下次见。